如果你要是没有用这种南乳，这或者叫酱豆腐，你就过白粥，你试一次，我保证你会爱上它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黄云居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今天分享什么呢？分享一道也是这个季节啊非常下饭的一道简单的一道菜——南乳炒藕片。那介绍一下食材啊。南乳炒藕片一定要莲藕，然后姜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南乳啊，腐乳。这个其实我们是北方叫做酱豆腐。摄影师知道为什么叫南乳吗？为啥叫南乳啊？我问你呢。你不是一般都叫酱豆腐吗？我去，我们北方叫酱豆腐，这种红色的是红曲米发酵的啊。其实它是从南方而来，叫南乳。腐乳分3种吧，基本上我们能知道的啊，一种是就这种，北方我们叫酱豆腐这种南乳，还有一种是白的腐乳，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？臭豆腐。对，说的一点错没有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准备加工食材。莲藕我们把这个根部给它去掉。来，我们现在要干嘛了？这是削皮儿。对，用我们的超级无敌的这个削皮刀啊，带保护装置，就是这样，皮给削掉就行了。其实一般我们做这个南乳炒藕片呀，就是藕基本上就选这么粗的就可以啊，也不要太细，也不要太粗。这道菜是非常简单，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下饭的一道菜啊。好，其实原则上我觉得做一道菜这点藕就够了。那我们还有一个怎么办？好说。打包。别，你也别打包了，都给做了吧，好不好？好。真的，你这老打包，这谁受得了？哎，你看，自打我们这个换了削皮刀之后啊，心情都愉悦起来了，丝滑流畅了。而且我们这削皮刀啊，真的是这个特别好的钢做的。你看这个莲藕其实是很爱氧化的，我们用这个削皮刀，你看这种状态是吧？水冲一下，冲完了之后切片，我们要泡在水里。马上回来，莲藕归来，削皮刀给它擦拭干净，封上保护套，归位。这儿你没拍吧？你可千万不能再把这点拍进来了啊！这玩意儿我们不能用这个增加时长。我去，回头这样，真的做一回直播，大家就能知道我们拍摄厨房的这种状态了。对，全程直播。直播你这个工作就是又轻松了，不用讲了，我靠。是吗？去，我们提前准备一盆清水啊，先把这个炒锅也做上水，把它烧开。这个藕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啊，我们就从中间给它抛开，来一开二，两边不一样大，感觉失误了啊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切藕片，藕片呢不用切太薄，也不用切太厚啊。那到底是什么状态呢？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。这个怎么形容，摄影师？你来形容吧，反正大家能一目了然啊。来，这个我买的还真不错啊，是吧？嗯，精挑细选。精挑细选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要泡在水里啊。其实切这个藕的时候要用滑刀啊，滑刀，然后拨，看啊，这样下来，然后拨一下，能感觉得到吗？嗯，看得懂。来，滑刀，滑刀拨一下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。哎呀，这点真够了，要不然你还是真的打包吧。吃了吧？怎么样？切了吧？不切了，不切了，够。我们其实呢，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。基本上这个量呢，就是你去餐馆吃饭的时候的一个立牌的量。哎，切了吧。切的时候注意点啊，就是一定要这个刀一直下来给它切断，千万不能剁啊。知道为什么不能剁吗？为啥呢？因为我们这藕呢是非常脆的啊，你一剁就很容易就从中间就裂开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连贯了就是这样。哎，成功。行了，这半我还真不切了，留着给你打包回去做实验。我们这个切完这藕又冲洗了一下啊，然后我们这个水也开了，来，我们放进焯水，水开放入莲藕，20秒啊，15秒到20秒。刚才忘了一件事，摄影师，放点盐。放点盐，你说的没错，放一点盐来。现在有20秒了没有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行，那我们给捞出来，来放进冷水里啊。放进冷水里也是为了防止氧化啊。然后我们回来刷一下锅。那现在我们切一下料头啊，姜，是不是？明信片。姜丝。好吧。你也不问问我为什么
就只有姜。为啥只有姜？这个姜和腐乳这个风味是非常配的。我们这个也不用放蒜，就放姜丝就可以了啊。这个姜丝呢也不用特别的细，是一种姜丝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其实说不是特细啊，但是我这个切的也挺细的，是不是？真是很细了。好，这个料头我们只有姜丝啊。那你要是喜欢吃蒜，你可以放一点啊。但是我个人不建议。调芡汁之前，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南乳。其实市场上有卖那种专门的那个南乳汁的啊，我们没有买到，那我们就是只买到了这个玫瑰腐乳，那我们就用它吧。那我们把这个腐乳、南乳、酱豆腐用这个勺子给它碾碎，纯的南乳汁是最好的。就是像我们这样的，你看，就是毕竟它会有渣子，那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盛菜可能会有一点稍微的不美观，但是不要紧啊，我们就是在家里吃嘛，反正第一个就是吃它的这个风味，也不用特别漂亮了，但是在酒楼饭店肯定就是用纯的南乳汁了。这个腐乳圣人你吃过吧？吃过啊，就是你拿它就过白粥没有？白粥还真没有，一般都是吃火锅的时候调料吃。对，真的就是一般的朋友喝白粥啊，都喜欢用那种白的腐乳。如果你要是没有用这种南乳这或者叫酱豆腐，你就过白粥，你试一次，我保证你会爱上它的。这个呢是一个是红曲米发酵，第二个呢它在制作的时候呢会放一点酒，但是它放的酒是黄酒，风味是非常特别的。你没有就过白粥，那我就建议你在炒这道菜之前，真的是尝一下它的咸度，味道真的很特别，真是好吃，真的好吃。现在我都想吃涮羊肉了。回头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涮羊肉啊，尤其是涮羊肉的那个料的调制方法。行了，这个有一些酒味儿，有一些甜度，还有一些咸，非常复合的一种味道。所以呢，简易的南乳啊，我们是拿酱豆腐弄的，就 OK 了。我们再调一个小的芡汁啊，这个芡汁呢，那同样也跟那个调清炒时蔬和清炒西兰花、清炒芥蓝的一样啊，简单的放一点点盐啊，其实原则上都可以不用放盐了。来，一点点味精，然后糖我们要稍微的来一点。以前调芡汁我们是不放糖的，现在基本上1/4勺的糖。既然是芡汁，那我们还要有一些生粉，这个量啊和我们做这个清炒时蔬的量是一样的啊，多加了一些糖，少加了一些盐。来，现在加清水，把它搅匀，尝一下，刚刚好。下面我们准备烹炒。现在我们把炒锅烧热，这道菜也是一道快速出锅的菜啊。炒锅烧热，我们倒入植物油，正常就可以啊，油量正常就可以。哎，好，第一步，我们把我们的料头，唯一的一个料头啊，姜丝倒入煸香。这个姜丝糊了都不怕啊，但是不要那种太糊啊，让它有点焦香感。现在这种状态，我们先把南乳汁儿倒入，好，持续煸香。这种状态，我们把我们的莲藕放入，啊，摄影师感觉到什么了吗？感觉它变红了。我去，你没闻到它香味吗？闻到了。原则上，我们的这个莲藕啊，也是有粘性的啊，就是我们要吃这个藕粉啊之类的。所以说，我们那个芡汤生粉其实也不用放的太多啊。来，勾芡，开大火出锅。哇，这道饭真的不是这道菜真的太下饭了。好，关火出锅喽。哇，脆爽，南乳的香味儿非常的提味儿。南乳把每一片莲藕都包裹住了。好，成功！今天我们这道乳香四溢的南乳炒藕片成功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就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。喜欢我们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还有一个啊，刚才摄影师说了，说这个感觉颜色是不是有点单调？要是放点葱花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啊？行，其实原则上传统的南乳炒藕片就是这种状态。那我们接受摄影师建议，来，我们来2个葱花、葱粒啊放上面，行吗？摄影师，点缀上了，点缀的行吗？挺好。好，那其实我们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啊。在家里吃呢，其实可以点一点，确实这个颜色有点更加跳跃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我尝一片吧，不用筷子了，
拿手。这个藕是脆藕啊，我们煲汤用粉藕，就是用那个面藕，然后炒一定要脆藕，试试脆不脆啊？哇，需要米饭，拜拜，明天见。